为了庆祝搬进新楼的乔迁之喜，我特意买了一堆菜，准备让朋友们过来聚聚。没想到刚进电梯，就看见里面贴了一张蹭饭通知：家里有孕妇，闻不了油烟味儿，外卖又不健康，麻烦各位邻居准备好饭菜。我本以为这是邻居之间的恶搞，并没有在意。谁知电梯门刚要关上，就听见一个女人大喊：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她挤进来后狠狠瞪了我一眼，好像电梯门是我故意关上的一样。看她挺着个大肚子，我也懒得跟她计较。哼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……她刚想数落我几句，目光就扫到我手里提的菜。哟，晚上吃的挺丰盛啊。我敷衍的笑了笑，没想到她直接伸手抢过我袋子里的石斑鱼，就开始指指点点。这条石斑不错，记得给我做清蒸的，别煎。还有，我受不了料酒的味道。我整个人都懵了，原来这位就是那个要蹭饭人的老婆。回到家，我刚想拿出手机跟朋友们说说这离谱的遭遇，手机就弹出一条好友验证：鱼记得把刺挑干净，我家有老人。见过要饭的，没见过要饭还这么多要求的，我干脆直接不理。本来想着冷处理，对方应该就知难而退，没想到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的敲门声。603的，开门，开门！我刚开门，一个秃顶男人低着头就往我屋里冲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就钻进了厨房。你谁呀？干什么的？男人跟没听见一样，自顾自打开我家冰箱。不错不错，有肉有鱼。嘿，不等我说话，他反倒先指责我：你这鱼买的也太差了，老鼠斑才鲜，下次注意点，不然我吃不惯。这话一出口，我用脚后跟都知道他是谁。老鼠斑没有，厕所里的五谷轮回物倒是新鲜的，还热乎，要不要尝尝？你说五谷杂粮，那是喂驴的，警告你别想糊弄我。我都气笑了，真把自己当回事了，私闯民宅，信不信我直接报警抓你？我懒得跟他废话，一把揪住他后脖领往门口拖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老东西还想挣扎，可我常年健身，对付这种虚胖的中年男人还是轻轻松松的。我一把把他扔出门外，他可能发现我不好惹，爬起来狠狠瞪了我一眼，灰溜溜的走了。等他走后，我开始收拾菜。傍晚的时候，门铃响了，门一打开，我又愣住了。大妈，您找谁？门口站着一个烫卷发的老太太，手里还牵着一只泰迪。果然，我刚开口，大妈就皱着眉往我屋里看。没做饭。正在做。大妈眼睛一瞪，指着我鼻子就开始骂：你不看看几点了啊？电梯里的通知没看见是吗？都5点了还没做好，耽误我跳广场舞，你赔得起吗？闻言，我反手关上房门，砰砰砰。这大妈看着老胳膊老腿，手劲还真不小，我都有点心疼我家门框了。短短一下午，她受的委屈太多了。好在大妈体力一般，拍了大概40分钟，骂骂咧咧的走了。这一家3口真是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。网上说现实里很多人脑子不太正常，只是生活能自理，看着像正常人。这一家子简直是典型代表。等朋友们到我家吃饭的时候，我还忍不住吐槽：一家子奇葩，要饭还要出规矩了。朋友们都哈哈大笑。门铃响了半天都没人听见，于是我家门口今天第3次被疯狂砸门。我本来想直接报警，朋友却把我拦住了，说什么都要见识一下这对奇葩夫妻加厉害老太太是什么组合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打开门。不出所料又是那一家人，只不过这次一家3口整整齐齐，手里还拿着碗筷。饭做好了。孕妇挺着肚子就要往屋里进，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我直接挡在她面前：你有事吗？废话，都到饭点了，肯定来吃饭啊。对了，鱼有没有按我的要求做？我警告你，要是吃了油腻的，影响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你倾家荡产都赔不起。旁边的朋友都看傻了，这都是什么奇葩玩意儿？怪不得说大城市奇遇多，这一下就遇到3个。你错了，是3个半。没错，还有那只泰迪。听到朋友们调侃，孕妇气的脸都紫了。你们说什么呢？谁让你们吃的？这些都是给我们一家准备的，还要不要脸了？赶紧滚！我实在听不下去，直接拉上朋友里嘴最厉害的，跟对方一顿激烈对骂。孕妇先拿自己怀孕当优势，想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我们。我们这边先质疑她脑子是不是不太正常，接着又调侃她肚子里孩子的来路。孕妇一时说不过，立刻喊家人帮忙。老太太说她孙子血统高贵，看不起我们，还想撒泼打滚，喊人围观，逼我们妥协。双方吵得不相上下，直到我掏出手机。再吵下去，我就叫警察来评理。赶紧滚，不然我报警告你们扰民。本以为能吓住他们，可没过一会儿，我家门又被敲了。不是吧？哼，还有完没完？朋友气冲冲去开门，一开门瞬间就不说话了。警察同志。警察突然上门，我也有点意外。难道我刚才按错号码拨出去了？不至于吧，我还没喝多。直到看见警察身后那个亮堂堂的秃顶，我立刻明白了。警察同志，就是他们一家大半夜扰民。秃顶男瞪着眼，他老婆扶着肚子，好像下一秒就要当场生孩子。哎呦，他们吵得我根本睡不着。警察同志，快把他们抓起来！
秃顶男也赶紧告状。对，我家还有老人，他们这么吵，太影响别人了。这是老小区，楼道里也没监控，再加上我们屋里人多，好像真被他们说中了一样。没办法，我只能配合警察做笔录。警察记录完，提醒我们注意一点，就离开了。送走警察，秃顶男一脸得意。怎么样，还敢打我？我有的是办法恶心你们。我根本懒得理这个无赖，转身关上房门。结果这人还来劲了。没过多久，警察又来敲门。同志，刚才已经警告过你们了，再有下次，我们可以依法处罚你们。刚有点心情，又被搅没了。看着门外的秃顶，朋友气得牙痒痒，拿起桌上的碗就要动手。关键这人还特别怂，一看见要动手，立刻把老婆和老妈推到前面，一个大肚子，一个老太太，这俩都是惹不起的角色，碰一下这辈子都麻烦。我怕他冲动，赶紧上前拦住。没事儿，让他继续。我知道这是秃顶男故意恶心我们，但人总不能在同一个坑摔3次。这次关上门，我直接把家里相机放在角落，我们继续吃饭。只不过这次没人说话，秃顶男在外面嘀嘀咕咕一阵，不到半小时，警察又来了。我一开门，还是刚才那2位，脸色都黑了。第3次有人举报，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。看得出来，警察对这种屡教不改的事也很头疼。警察同志，等一下，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摄像机，这是刚才你们走之后，我们屋里的真实录像。我把相机递过去，秃顶男脸上的笑容一下僵住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：“你至于吗？吃个饭还录像？”警察看着视频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我趁机说：“吃饭当然没必要录像，但有人恶意报假警，浪费警力，我作为好市民肯定看不下去。”他还理不直气也壮。那我听错了不行吗？我翻了个白眼，很贴心的给他科普。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，谎报警情是要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的。你少吓唬我哦，还要罚款500块啊。我以前做过服务行业，别的不说，说话气人这一块还是很在行的。2句话说完，秃顶男脸都红了，冲上来就要动手，但他忘了旁边还有警察，就听几声呵斥，秃顶男直接被按在地上。老公！孕妇尖叫着冲出来，伸手就去撕警察的衣服。你们凭什么乱抓人？信不信我去告你们？警察对这种怀孕的也确实没什么好办法，双方僵持不下，我靠在门框上看热闹，没想到那女人直接把矛头对准我。都怪你，大家都是邻居，吃你一顿饭怎么了？你还叫警察抓我老公？我吐掉嘴里的瓜子皮，认真说：“警察在这儿，我警告你别乱说话。你老公报假警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孕妇愣了一下，突然抓住旁边警察的胳膊。我说呢，原来是假警察！你等着，我现在就报警，把你们这些冒牌货都抓起来！合着我那么长一段话，这大姐只听见假警2个字。还没完，老太太也冲出来，伸手就要挠警察的脸。小狗也在旁边一直叫，楼道里热闹的跟过年一样，一直折腾到后半夜，这事儿才算解决。秃顶男最终还是被带走了，连带着老太太一起。他属于袭警扰民，这下好了，一家3口半，进去2个，剩下1个半。可惜老太太年纪大了，不符合拘留条件，批评教育一顿就放回来了。这一家子总算安静了。送走朋友，我收拾好房间，倒头就睡。感觉刚闭上眼睛，下一秒就被巨大的敲门声吵醒。没完了是吧？我生气地走出卧室，才发现被敲的不是我家，是隔壁。我拿出手机一看，4点50分，还不到5点，又做什么妖？我打开房门探出头，就看见那个老太太堵在我隔壁邻居家门口，嘴里骂个不停。大白天锁什么门？都几点了还不起床？赶紧给我准备早饭！我记得搬家的时候见过隔壁住的是个小姑娘，难道也被这一家子缠上了？果然，下一秒就听见小姑娘结结巴巴的解释：大妈，我上夜班刚回来睡下。上什么夜班？不会是在外面干不正经的吧？老太太瞪着眼，说话特别难听。现在的小姑娘真不检点，年轻轻干点啥不好，非要出去，真脏！呸！老太太一口痰差点吐到小姑娘脸上，小姑娘赶紧后退，气得脸通红。你怎么说话呢？说你怎么了？你这种人敢做还不敢让人说。眼看小姑娘快急哭了，我知道不能再看热闹了。喂，那个老卷毛，大清早吵吵嚷嚷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一听有人骂她，老太太立刻转头瞪过来。谁？好啊，又是你这个不尊老爱幼的东西！老太太指着我骂，但不敢靠近，毕竟我这身肌肉不是白练的。我大大方方走过去，没理她，反而瞪了一眼门口的小姑娘。上夜班回来不好好睡觉，跟一条疯狗啰嗦什么？赶紧回去睡觉！说完，我直接把小姑娘推进屋，关上房门。老太太急了，嘿，我还没吃早饭呢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你这个混蛋，老娘跟你拼了！老太太撸起袖子，看样子要动手。我想都没想，直接往地上一躺，捂着胸口，闭着眼，一边打滚一边喊：“哎呦！”一套动作特别熟练。老太太一下子僵住，瞪着眼，跟见了鬼一样。估计她也没想到自己常用的招数被我原封不动学了过去。
她站在原地半天才反应过来，说话都不利索了。你这是想讹人？我单手撑地，懒洋洋看了她一眼。怎么不服？要不你也躺一个？老太太脸色很难看，冲我重重哼了一声，牵着小狗走了。搞定！我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。旁边房门打开，刚才的小姑娘走出来向我道谢。要不是您帮忙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摆了摆手，都是自己人，客气啥？小姑娘被我逗笑了，掏出手机想加我微信，我没拒绝，告诉她这家人在闹事，直接来找我。说完这句话，我感觉昏暗的楼道都被我身上的正气照亮了。回到家，打开冰箱，我太阳穴突突直跳。那帮朋友昨晚吃完还没够，把我冰箱里的菜全吃光了，连2颗生菜都没剩，洗吧洗吧直接吃了。现在冰箱里除了一把小米辣啥都没有，没办法，我只能点外卖，然后坐在书桌前码字。大概过了1小时，我拿起手机一看，外卖显示已送达。怎么没给我打电话？虽然奇怪，但我也没多想。有些外卖员赶时间会直接挂门上。打开房门，外面空空的，我懵了，赶紧给外卖员打电话。喂，兄弟，我外卖呢？您太太拿走了。哈，我连女朋友都没有，还太太，这不扯呢吗？等等，我刚要争辩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。兄弟，你说的太太是不是一个大肚子、蒜头鼻、满脸雀斑的女人？对，兄弟，不是我说，你胃口是真好。好你个头！我直接挂了电话，回到家想办法。上门去对峙肯定不行，楼道里又没监控，人家死不承认，我也没办法。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我感觉脑子都转不动了。没办法，我只能下楼买了几个包子先垫垫。中午的时候，我特意避开饭点，差不多2点多才点外卖，以为这次总能避开这帮奇葩。可没想到他们更狡猾。那个老太太直接守在楼下，看见外卖员就问去几层，结果又把我的午饭抢走了。等我匆匆跑下楼，老太太还拿着外卖跟我炫耀。哎呀，我老人家也尝尝烤鸭的味道。我笑了，多吃点，哈哈哈，小心噎死。听着老太太的骂声，我脑子里冒出一个计划。不是爱吃吗？我让你们吃个够。回到家，打开外卖软件，我专挑那些名字花里胡哨、评分特别低的店。点开评论区照片，包装花哨、不知名饮料、黑色塑料勺，可以，条件都满足。晚上我算准饭点，直接下单。不出所料，外卖又被我老婆拿走了。傍晚，我家门被砸得震天响。开门！603的，赶紧开门！那标志性的破嗓子，一听就知道是谁。我不紧不慢打开门，老太太立刻冲上来抓我。我作势要躺，别碰我，我警告你，我有心脏病。老太太僵在原地，估计想起早上的事不敢动，站在原地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缺德的，是不是故意害我们一家人？”啊，我干什么了？我一边打开手机录音，一边装作疑惑。你还好意思问？你那破外卖，我和我儿媳吃了拉了1晚上，赔钱。谁的外卖？你的。我装作恍然大悟。哼，我的外卖怎么被你吃了？这……老太太一下说不出话，站了半天才怒气冲冲丢下一句：“我等着！”转身回了屋。场面话谁不会说？我根本没理，转身回屋，给商家点了个5星好评。见效快，效果好，良心商家。第二天出门，我发现家门口地垫上安安静静躺着2坨狗屎，地垫上还有一块明显湿了的痕迹，用脚想都知道是谁干的。我用塑料袋把狗屎装起来，小心放进他们家门口的棉拖鞋里，顺便解开腰带，在他们家门口解决了一下。老太太遛弯回来，看见我站在门口，刚想说话，突然皱起眉头。我撇了撇嘴：“什么味儿？什么味儿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”老太太好像想到了什么，没说话，自己换上拖鞋。可今天拖鞋的感觉不太对，难道这就是年轻人说的踩屎感？老太太跺了跺脚，踩屎感轻了点，取而代之的是滑溜溜的感觉。奇怪了。老太太嘀咕几句，也没在意，反手关上房门。我实在憋不住，跑回房间放声大笑。中午，老太太家里传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：“妈，你脚上什么东西？”我不知道啊，我看看。这混蛋怎么拉我鞋里了？臭死了，快收拾干净。我站在门边，听着一片呕吐声，心里特别舒坦。后来跟隔壁小姑娘聊天才知道，这一家人在小区里是出了名的奇葩，电梯里贴蹭饭通知都算小事。夫妻俩刚结婚的时候就挨家挨户敲门，你以为是送喜糖，错，他们是挨家挨户要份子钱，不给就让老太太使坏，往人家门口扔垃圾放狗屎都是轻的。我刚搬来的时候，那个男的天天叫我去他家吃饭，我不答应，那个女的就跑到我单位说我勾引她老公，我都被辞退好几次了。我听得特别无语，心里也彻底没了顾忌。妹子放心，各外号人渣终结者这一家人，我肯定给他们收拾的服服帖帖。小姑娘有点担心，
那个男的听说刚从里面出来，不好惹。哥，你注意安全。从里面出来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一点都不在乎。这不刚把他送回去一次吗？就是个欺软怕硬的软蛋。没过几天，秃顶男被放回来了，一回来就开始报复我，但手段嘛，我觉得有点幼稚。无非就是往我家门口倒垃圾，大多是厨房剩菜、用过的厕纸、稀的稠的粘在一起，我感觉眼睛都被辣到了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我想了想，看向601门口的狗笼。自从上次老太太穿了那双踩屎感拖鞋后，可怜的小狗就被关在门外，一整晚叫个不停，吵得人心烦。但这一家人在小区里出了名的蛮横，大家也都是敢怒不敢言。我嘿嘿一笑，戴上手套，把那些剩菜和脏东西收拾起来，倒进他们家狗碗里。狗改不了吃屎，这话一点没错。很快，狗碗就被舔得干干净净，我差点都要鼓掌了。好孩子，真棒！我反复这么操作了几次，601一家慢慢觉得不对劲。一是我这几天太安静了，被扔了这么多垃圾，居然一点找事儿的意思都没有；二是老太太发现这几天她的宝贝狗不爱吃狗粮了，每次碗里都是满的。哎呦，我的宝贝，怎么不吃饭呢？老太太心疼地把狗从笼子里抱出来，小狗特别开心，一个劲舔她的脸，把在旁边看热闹的我恶心坏了。不过就这么放过他们也太便宜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照旧给狗准备好拌饭，我开车直奔乡下，跟当地老乡买新鲜的农家肥。嚯，买这么多干啥？一听我要20斤，大爷都吓了一跳。我家有3朵奇葩，要施肥，要大量的。大爷听不懂奇葩是什么意思，但人很热情，立刻撸起袖子去乡里公测。不一会儿，2大桶新鲜农家肥就装好了。回到家，我全副武装，看了看时间，来到601门口。动手前，我贴心的给隔壁小姑娘发了消息，今天先别出门，外面有生化武器，别误伤。准备就绪，我打开农家肥盖子，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，我干呕了一下，又多戴了一层口罩，才拿起拖把。俗话说，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。把拖把在桶里散开，让每一根布条都吸饱汤汁，然后顺着大门门框小心翼翼涂均匀，一点缝隙都不漏。最后把剩下的沉淀物平均分到门口鞋架的鞋子里，还有上面的杂物柜里。我埋头干活的时候，旁边的小狗馋得直跺脚，时不时叫2声，好像在怪我浪费美食。我也很大方，舀了一瓢递过去，这才让它闭嘴。做完一切，我站起来欣赏了一下，拍了张照片，美滋滋的回家。不知道601看到我精心准备的大餐，会不会感动到哭？到家后，我立刻把照片发到群里。嚯，这装修风格6！短短3分钟，群里直接炸了。我靠，兄弟别啊，我正吃饭呢。这是601家吧？哦对了，实在受不了这一家人，我搬进来那天就把他们踢出业主群了。没过一会儿，隔壁小姑娘给我发私信，哥，你这也太……我赶紧解释，妹子别误会，哥不是这种人。我和她正聊得起劲，就听见门外传来一声尖叫。什么味道？老公，我们家门。宝贝，你在吃什么？这是老太太喊的，估计她想到了什么，吐得特别厉害。我打开门，看着吐得不成样子的几个人，忍不住吐槽：你们一家有完没完？吃东西能不能避着人？恶不恶心？秃顶男气疯了，指着我骂：王八蛋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你……我淡定看着他弯腰吐个不停，扶了扶脸上3层口罩，说话要讲证据，不然我告你诽谤。你给我等着！秃顶男一边吐一边掏出手机，110吗？我要。警察赶到后，看到地上一堆呕吐物，还有那扇散发着味道的大门，也愣了半天。秃顶男一家看见警察，跟看见救星一样，上前一顿哭诉，完全没注意到警察躲他们沾满呕吐物的手有多狼狈。虽然这3个人哭得很惨，但警察办案是讲证据的，不能只听他们一面之词就定我的罪。警察走后，一家人看我的眼神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。我咳嗽一声，面不改色回房间，好好洗了个澡。就站了一会儿，身上都有味了，真晦气。那家人效率还挺快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出门扔垃圾，发现他们已经把门上的脏东西清理干净了，门口的鞋架也不见了。虽然那股刺鼻的味道一点没少，但我还是很欣慰，又是帮人改邪归正的一天，不愧是我。与此同时，我这件事因为群里那张照片在小区里彻底传开了，就连楼下下棋的大爷见了我都要递根烟竖大拇指。小伙子，你是这个？我谦虚一笑，为人民服务嘛。接下来几天，这一家人老实多了，看见我都恨不得绕着走，我对此还挺满意。可有时候冤家路窄这话真不是白说的。几个朋友来找我打球，虽然是老小区，但楼下运动器材还挺全，篮球场也有，虽然有点旧，但总比去外面野球场看人打强。一群人兴致勃勃来到球场，还没热身，一群老太太就拖着音响过来了，带头的正是601的老太太。让开让开，这是我们跳舞的地方。朋友不服气，上前理论：大妈，这是篮球场，
不是广场。老太太还是一如既往蛮横。我说就是，赶紧滚！朋友很生气，我本来想上前说几句，但看对方人多，也只能算了。可就在准备走的时候，我听见队伍里一个面相和善的老太太说：“桂兰啊，我们在小区门口空地上跳步挺好吗？干嘛非要来这儿？”其他人也跟着附和：“就是啊，年轻人想锻炼也不容易，别欺负小孩子。”都快30了，我还是第一次被人叫小孩子，有点脸红，也大概弄明白了怎么回事。合着就是这老太太故意针对我们，既然这样，就没必要给她面子了。我让朋友们在原地等，自己快速上楼，拿上我的蓝牙音箱。在老太太准备开始的时候，我把声音开到最大，放了一首《迷失的河流》，懂的都懂。当那种又闷又哀怨、半死不活的声音一出来，老太太吓得一哆嗦。你又想干什么？老太太特别生气，懂不懂尊老爱幼？赶紧把那破声音关了！我一点都不怕。怎么了？我爱听，这是公共场合，我听歌关你什么事？老太太气不过，本想仗着人多跟我吵，结果其他阿姨都在旁边嗑瓜子，一点帮忙的意思都没有。这就叫失道寡助吧。老太太只能灰溜溜的走了。这还不算完，打完球，我打算开车去超市买菜，毕竟两家闹成这样，就算他们不敢偷我外卖，万一往里面加料呢？还是自己做饭放心。没想到就买个菜的功夫，回来我的车位就被占了。一辆很旧的奥拓停在我车位上，对比之下，我的奔驰都不显眼了。车主没留电话，我拍了张照片发到群里。谁的车占我车位了？麻烦挪一下。群里立刻有人艾特我。别问了，就是你邻居那个秃顶的，我家车位也被占过好几次了。那人就是个无赖，怎么说都不挪车，白费口舌。就连早上给我递烟的大爷也在群里劝我。算了，小伙子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忍，我忍，我忍个屁！我直接去市场买了一堆三角钉，沿着车子周围焊了一圈，又买了几个路障，每个都灌满混凝土，挡在车前面。五金店这些东西本来才300块，我直接付了8000，让他开了发票。做完这些，我还买了一罐鲱鱼罐头，一打开，我差点看见我太奶，捂着鼻子把鲱鱼罐头的汤汁顺着车子空调口倒进去，临走前还往玻璃上倒了点机油。当代热心好市民，说的就是我吧？第二天一早，秃顶男气势汹汹找上门。你找死是吧？谁让你在车位上搞这些东西的？赶紧给我拆掉！我打了个哈欠。我的车位，我爱怎么弄怎么弄，你管得着吗？秃顶男气得咬牙切齿。行，你狠，你等着！他立刻拿工具打算自己拆。我站在车位旁边，一边嗑瓜子一边好心提醒：这是我的私人物品，拆坏了要赔钱的。我赔你个！既然他不听劝，我只能打电话报警。警察赶到时，秃顶男刚把地上的三角钉卸掉。看见警察，秃顶男恶人先告状。警察同志，你快看，这混蛋在我车周围放钉子，还有水泥墩，这不是故意找茬吗？我没废话，直接掏出车位购买合同。这车位是我的，我放钉子怎么了？只要不盖房子，别人管不着吧？警察也点头同意，又警告秃顶男，那些钉子是我的私人财产，随便损坏要负法律责任。秃顶男怂了，跟我道歉，说不该占我车位，让我放他一马。好说，这些钉子我花了8000，你弄坏了不少，这样你给1万块，这事儿就算了。秃顶男一下跳起来，你这是敲诈！警察同志，你们不管吗？警察开口前，我直接拿出发票，看清楚，白纸黑字。秃顶男彻底傻了，在警察协调下，他最后老老实实付了1万块，又吭哧吭哧把障碍物拆掉，这才钻进车里。可刚一发动，他立刻打开车门，连滚带爬跑出来，蹲在角落吐得天昏地暗。你往我车里倒了什么？我摊摊手，我可什么都没做，说不定你闻到的味道叫人性的恶臭。秃顶男快气疯了，但也拿我没办法。这一次我又大获全胜。这件事之后，这一家人彻底安静了，不再搞那些幺蛾子。但乱扔垃圾这种事还是没断。我知道他们只是怕我才这么低调，这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，必须想办法把这一家人彻底赶出小区。有一次和隔壁小姑娘聊天，她透露的一个消息让我找到了机会。那个秃顶男喜欢在外面，我有点不敢相信。就他又丑又猥琐，还有人看得上？你别不信，我之前下夜班亲眼看见的。小姑娘说的特别肯定。我突然想起之前在车位放钉子的时候，无意间抬头透过车窗看见秃顶男副驾上丢着一个一开始我没多想，现在听小姑娘这么一说，越想越不对劲。他老婆肚子那么大，那东西能是给他老婆用的？想到这里，我心里冒出一个主意。妹子，我有个办法，但需要你帮忙。我和小姑娘重新注册，她在朋友圈发各种身材照片，配一些喜欢大叔的文案。我则找了个有钱的朋友，让他拍各种名表、豪车、别墅的照片。养号养了大概1个月，我们开始行动。第一步，加他们夫妻俩
只不过他用我的号，我用他的号，只有同性才最懂同性想要什么。刚加上秃顶男，我还在想怎么开场，自然又撩人。秃顶男主动发消息：美女好呀，你真漂亮，大半夜加哥哥是不是？哥哥可以陪你哦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但我还是有点反胃。我打字：嘿嘿，哥哥真会说话。与此同时，小姑娘也发来了截图。相比她老公，孕妇还算安分，开场白很谨慎。你找谁？我教小姑娘回复：不好意思，我是健身教练，看您头像身材很好，想问您有没有健身想法。说完这句话，我都觉得舌头疼。我知道人说太多话，下辈子要拔舌头，但这报应也来得太快了吧。计划顺利进行，小姑娘每天变着花样夸孕妇，从头夸到脚。孕妇在一声声夸奖里彻底飘了，而我这边就比较痛苦了。丫头，你喜欢大叔是吧？大叔也喜欢你，大叔知道你很……你怎么就不懂我的心意呢？我感觉眼睛都受到了伤害，为了计划，我只能忍着恶心回复：讨厌，我看你才……是啊，大叔大叔好想让你看看我的心。我干呕一声，回了句要上班，就把手机扔到一边，感觉自己都脏了。就这样，怀孕的老婆天天抱着手机，对着屏幕里帅气多金，嘴甜还喜欢小孩的霸道总裁犯花痴。秃顶男则对着手机里性感漂亮还眼瞎的美女。短短半个月，两个人互相看不顺眼。我知道时机到了，于是我让小姑娘发了一条娇滴滴的语音：哥哥，我今晚住酒店，有点睡不着，你能过来陪陪我吗？手机那边几乎秒回，也是语音，油腻的吓人。宝贝等着，哥哥马上就到。声音里全是压抑不住的兴奋。刚发完，我就听见隔壁开门的声音，我赶紧让小姑娘给孕妇发消息：姐，我今天出差，公司有免费按摩体验，您要不要来捧个场？孕妇速度更快，一边穿鞋一边回消息：等我，好弟弟，我正好腰酸背痛。两边同时出发，我和小姑娘也悄悄跟在后面。秃顶男先到酒店，房间是我提前订好的。宝贝，哥哥来了，你人呢？看着聊天框，我打字回复：哥哥先洗个澡，我在楼下买点东西就上来。秃顶男没怀疑，还发了个表情。不一会儿，孕妇也到了，她直接上楼。进门后就听见浴室有洗澡声，她娇滴滴地说：哟，死鬼，这么急啊？秃顶男没听出声音，嘿嘿一笑：能不急吗，宝贝？聊了1个月，哥哥每时每刻都想你，想把你抱住。浴室门一打开，两个人都愣住了，沉默了很久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还问我？你来酒店干什么？你叫谁宝贝？孕妇虽然怀孕，但战斗力一点不弱，上去就抓秃顶男本就不多的头发。老娘给你生孩子，你在外面，你还是人吗？秃顶男也不甘示弱：你还好意思说？挺着肚子还……你就这么饥渴吗？两人谁都不肯让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。结果，我和看热闹的小姑娘直接被挤出人群。两人的事闹得特别大，甚至上了同城热搜，一家人连门都不敢出。没过多久，就把房子卖了，搬走了。小区邻居都特别惊讶，这户赖着不走的人家就这么被解决了。我和隔壁小姑娘相视一笑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